这是一把断剑，它的使用者在与人决斗时永远比挑战者先到，永远穿着崭新的衣服，永远在身旁放着一口棺材。他每杀一人，剑刺进对方骨头中，剑就会扭断一分，这就是传说中的风流断剑断肠青。而江湖中还有一把小断刀，它的使用者是风流小刀。小断刀小巧灵活，藏于竹棍中，既可当棍子，也可近身杀人。这两把断刀究竟哪个更厉害呢？电影发生在一场决斗中，这次和段长青决斗的人叫连三，他的武器是一把能伸缩的长戟。段长青一开始没有认真，并未拔剑，而是带着剑鞘打斗。当段长青拔出断剑，3招之内，段长青的剑刺入连三的骨头中，剑被扭断一分，同时段长青也被划伤，连三立即骑马逃走了。第二天，小刀来到赌坊赌钱，赌坊老板让他还赌债，小刀和老板赌牌，如果输了就留下来打砸还钱。这时突然跳出3个人，他们要打劫钱财。小刀愤怒了，偏偏在关键时刻来。小刀一边和3人打架，一边继续赌牌。小刀拳法厉害，3人完全不是对手。小刀拔出一把短刀，将3人全打趴下了。然而小刀的赌牌也输了。这边连三找到杀人神医来医治自己的剑伤，出自段长青的剑伤也只能这位郭神医能治。此时段长青去燕飞坡赴约，这次他准备了2口棺材，因为对方是江湖上有名的鬼神2剑。3人见面就打了起来，段长青以1敌2，也丝毫不慌。很快2人都被打败。丽香院来了一位名妓，叫柳银絮。为此，丽香院宴请王孙公子。柳银絮为了段长青能来，用了一个小计谋，收回段长青的请帖。段长青却偏要见识一下名妓，他骑马来到丽香院，看到正在弹琵琶的柳银絮。这时，小刀偷偷溜进柳银絮的房间，段长青恰巧看到，以为是小偷，他抓住小刀，2人打了起来。柳银絮赶来确认东西没少，就放小刀离开了。柳银絮想要挽留段长青，段长青拒绝了，他还在为请帖的事生气。另一边，连三为报断剑之仇，正在练功。此时下人来报，丽香院柳姑娘来了。郭神医发现他好像在哪儿见过柳银絮。这天，小刀正在院子里练刀，小刀灵活地玩转着手里的刀，这时引来了柳银絮。柳银絮叫他上来，他给小刀100两银子，让他引段长青来丽香院。小刀找到段长青，要和他推牌九，用一条消息赌他马上的红宝石。小刀果然赌输了，他告诉段长青自己和柳银絮度过了春宵一夜。段长青来到丽香院，柳银絮讲述自己的经历。他的哥哥陈银岗被郭神医陷害，他恳求段长青杀死郭神医，为陈银岗报仇。段长青来找郭神医，郭神医却称自己从未出卖过任何人。段长青看到郭神医养的食客，说他们是拿人钱财替人消灾。几个食客听了不乐意了，拿关刀的人和段长青打了起来。断剑一出，定要见血。段长青没有拔剑，拿关刀的人很快被打败。一个拿着盾牌和大刀的人冲了上来，2人又打了起来，剩下的人也都冲了上来。郭神医护住其中一人，被段长青刺中了手臂。段长青及时收手，他看到郭神医拼死护住食客，以为自己被柳银絮欺骗了。这边小刀溜进柳银絮房间，一群黑衣刺客围住小刀，小刀和他们打了起来，刺客很快被打跑，而这群刺客正是郭神医的人。柳银絮给小刀500两，让他杀了伪善的郭神医。小刀出门遇到了段长青，段长青被郭神医蒙蔽，他阻拦小刀去杀人，2人打了起来。小刀的刀既可当棍子，也可拔出刀杀人。段长青不想杀小刀，他要出双倍银子，让小刀不去杀郭神医。小刀拿着银票，高高兴兴去找赌坊罗姑娘，罗姑娘却不想放他走，她对小刀表达爱意，小刀拒绝了。罗姑娘气不过，烧了银票，这可引起了小刀的愤怒，把罗姑娘抱起来扔到井里。段长青来到丽香院质问柳银絮，柳银絮却坚定地要杀郭神医。段长青为了弄明白究竟谁在撒谎，他闯入关押陈银岗的监牢，典狱官的人想要拿下他手中的剑，段长青抢过剑，在对方的脖子上转了几圈，一拳打倒。典狱官一看段长青剑法了得，也害怕了起来。段长青想要提陈银岗，掏出1000银票，典狱官不敢不同意，带着段长青来到陈银岗的牢房。段长青拉着陈银岗往外走，典狱官却突然反悔，把段长青围住。他冲出包围，挟持了典狱长，并且割了他一只耳朵，带着陈银岗离开。这边郭神医找到连三，想让他杀了柳银絮。连三因为吃了郭神医的药，模样大变。连三看到丽香院的请帖，连三主动要帮郭神医除掉柳银絮。郭神医却十分伪善地说：“哎呀，老夫连一点这个意思都没有。
嘴上说着没意思，却派人来绑小刀，几人打了起来。小刀虽然被两人捆住，但丝毫不影响他继续打人。小刀抢过绳子，将两人绑住，扔到了窗外，还剩下一人也被小刀五花大绑，拴在了房梁上。这边郭神医来到丽香院，他见到了陈银岗，真相大白。郭神医为了独吞银子，出卖了陈银岗。陈银岗想要杀了郭神医，郭神医不讲武德，暗针伤人。段长青出手和食客们打了起来，很快食客被杀。这时连三出来，这次连三为段长青准备了棺材。段长青一剑劈开棺材，里面是连三的长戟。连三拿起长戟，两人打了起来。郭神医在旁边添油加醋，当起了吃瓜群众。两人继续激烈打斗，拿刀盾的人冲到了两人中间，被段长青砍了一只手臂，又被连三给刺死了。两人又打了起来，连三吃了药，功力大涨，和段长青不相上下。两人跳到房顶，同时刺中对方，两人同时掉下房顶。郭神医给连三扎了几针，连三又恢复了力气，向段长青走去。这时小刀来了，段长青告诉小刀快走，你打不过。小刀耍着刀对连三说，老头你过来呀。两人打了起来，小刀十分灵活的上蹿下跳，躲过攻击。连三刺破了小刀装牌子的袋子，牌酒散落一地，连三滑倒劈了个叉，又和段长青打了起来。连三说自己的长戟是1寸长1寸强，而段长青却说自己的断剑1分短1分险。而小刀拔起旁边的竹子说，这个够长了吧。连三这下被打得近不了身，竹子虽然长，但是不够结实，竹子抵挡不了长戟，小刀被刺伤。这时段长青拦住了连三，他用嘴咬掉连三的针，一个转身刺死了连三。郭神医见状赶紧跑路，段长青一个标枪刺死了郭神医。风流断剑小刀由张彻的爱将狄龙、傅生携手合作，集合了当时两大武侠巨星，延续两人侠骨人风的硬朗形象。这部电影打斗行云流水，看着十分过瘾。断剑快速杀人，剑出鞘必出血，而小刀灵活多变，杀人于无形。大家更喜欢哪一把武器呢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和大家一起讨论。好了，今天的武器介绍就到这里了，想了解更多记得关注加一哟。阿斗说篇天天见，明天我们不见不散。